炒股总是亏得稀里哗啦，心都凉透了。别慌，Lucy 在初学股票实战时用到的最好用的、最好识别的方法，今天就分享给大家，堪称炒股界的秘密武器。它源于大量专业投资者的研究，还有无数股民在股海沉浮中的宝贵经验。建议点赞、订阅、反复观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， 研究和实战一个都不能少。接下来我们直接上干货。Lucy 在初入股市的时候用的第一个形态模型就是三角形形态，也是很多小白投资者最容易上手的实战方法。因为这个形态真的是太好画线了，像 Lucy 用到现在10几年，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，基本上看到大图图，线就在心中了。我们来看，无论是图中的上升三角形、对称三角形还是下降三角形，只要找到三角形的两条边，就可以很好的分辨出图形。我们先来看上升三角形。上升三角形呢，非常形象的可以看到高点的连线是一条水平线，但是在实际的 K 线图中，有时候呢水平线不是特别的标准，但是只要不是高点不断的降低就可以了，甚至是高点略微抬高，角度偏离不太大也是可以的。再来看低点是不断抬高的，这样就可以画出另一条边。这样的话，在股价震荡的过程中，两条边总会相聚的，终有一日要选择方向了。那同样的道理，对称三角形和下降三角形也是一样的，把高点和高点连线，低点和低点连线。那初学者 Lucy 建议一定要把线画出来，因为这样的你才能像 Lucy 一样，图中无限，心中有限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图形案例。这张图表是特斯拉在2024年11月的走势图。很明显，在股价拉升的途中，有一段时间是震荡了3周左右。那么你学过三角形形态的话，就不难看出这是很明显的上升三角形。那么上升三角形呢，是低点不断抬高的，这就证明了股价其实是积极的，跌不动的。所以上升三角形是我们最喜欢的形态，因为这暗示我们这只股大概率是要上涨的。只要盯住就行了。至于如何制定买入策略，别着急，视频的后面 Lucy 会教给大家如何进退的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，图中是一段震荡行情，在震荡的时间中是很磨人的，消耗精力，涨不多，但是也跌不深。这时候我们看到图中的这一段高点连线、低点连线，就会发现这图形其实是对称三角形呀。因为高点是不断降低的，但是低点却不断抬高，这就是对称三角形。那对称三角形它的上涨或是下跌就没有上升三角形确定了。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，图中呢是一段震荡的图表，大家看到这里肯定会一下就找到了，这是一个下降三角形。与上升三角形截然相反，低点是在一条水平线上，高点却逐渐降低。没错啦，所以下降三角形是提醒大家注意的，后面可能会更深的跌幅等着。那我们会识别了三角形，具体要怎么运用这个形态来交易呢？接下来 Lucy 把方法教给大家。以对称三角形为例，因为对称三角形的后期呢是喜忧参半的，所以股价来到了上边界，突然出现了大阳线或者是跳空的阳线，站稳了上边界。那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买入点，但是这里还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突破。那 Lucy 的经验是最好看3天，如果3天没有跌回到线下，那就可以确认了是上升的走势。那这里也可以是一个加仓的位置。那我们再来看右边这个图，那显然如果因为市场上有一些利空的消息，或者是出现了向下跌破的大阴线，那就是确认下跌了。这样最好是赶紧卖掉一些仓位，甚至执行力强的朋友全部卖掉出来再观察。如果是假的跌破还好，我们还能在这里买回来。如果是真的，那后面的下跌就这样华丽丽的躲过去了。所以一只股票要是走出三角形，那变化是不容小觑的，特别适合用在美股里。上升阶段呢，好似指路明灯，让你果断进场；下跌之时就像紧急刹车，提示你赶紧离场。不管你是初涉股海的小白，还是闯荡多年的老手，
掌握股票三角形形态，炒股就有如神助，轻松实现财富增长。那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，也不是一招鲜吃遍天的。接下来 Lucy 要说一下注意事项。在买卖决策的指定过程中，我们还是要参考其他指标的，确保我们的策略大概率是正确的。那第一，最好是用在上升趋势当中，这样因为资金和市场的情绪大概率可以推升股价的上行。第二呢，均线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参考。第三，我们前面的视频是有介绍过 MACD、RSI、OBV 和 KDJ 等等等等这些指标线的用法，那与形态结合起来就事半功倍喽。今天的方法你学会了吗？ Lucy 是爱钻研股票技术的，关注、订阅加点赞，后续关于技术实战继续看。